优基八郡神善财的72个故事。灵性的流动。从前有一位门徒来到一位圣人身边，他真心诚意地侍奉着这位圣人。有一天，圣人给了他一个祝福，他对学生说：你往北方走，某一天一位国王会找到你，他只有一个女儿，他会把女儿嫁给你，然后大约1个月以后，国王就会过世，你将成为新的国王。现在出发吧。我听了十分惊讶，但他从圣人的话语中感受到一股强大的祝福。他低头顶礼，恭敬地说：谢谢您，如您所言。他收拾好简单的行李，把东西装进袋子里，开始徒步往北方走。走了好几天，终于来到北方。他站在那里，心里想着，那接下来呢？毕竟圣人并没有特别告诉他到了之后该做什么，也没说要去哪里。他环顾四周，看到一棵高大美丽的树，正好长在一片翠绿的草地中央。他心想，哇，这一路走来实在太累了，就在那棵树下小睡一下吧。他把袋子当作枕头，伸直双腿，舒服地进入了熟睡。就在这时，那片土地的国王带着几位随从外出去打猎。他们骑着马穿过了乡野小径。当经过那片草地时，国王无意间朝那个方向看了一眼，惊讶地说：你们看，那边有人躺在地上啊，可能生病了，我们过去看看。大家便骑马过去，只看到那个人满身都是灰尘，衣服肮脏，一看就是长途跋涉的样子。国王心生怜悯，邀请他进宫清洗用餐。门徒被带到皇宫后，进入了特别的房间，好好洗了个澡，也换上新的衣服。之后他被带去国王那里，国王亲自邀请他一起共进晚餐。晚餐时，国王介绍他认识自己的女儿。公主被这位年轻人所吸引，两人坐着聊天，越谈越投缘。没多久，公主就爱上了他。她去找父亲，说出自己的心意，国王也欣然同意。几周后，他们结婚了。正如圣人所说的，1个月以后，国王去世了，而这位门徒变成了新的国王。几年过去了，有一天，门徒对妻子说：拉吉卡玛丽，你是公主，懂得治理王国，这是你的土地，这是你一直被培养和训练的生活方式。现在我要离开了。公主非常的惊讶，她问：你要去哪里？他说：我会告诉你的。说完，他脱下了华丽的王袍，换上那身破旧的旧衣，离开皇宫，回到了圣人的身边。当他回来时，圣人看着他，问他：怎么了？出了什么事吗？门徒回答：没事，一切正如你当初所说的那样，一点不差。圣人说：那你回来做什么呢？门徒说：做我以前一直在做的事，忽视你。圣人摇头说：你在胡说些什么？你已经忽视过我了，我也祝福你了，现在你是一国之君。门徒说：正因为我曾忽视你，才会成为国王。尊敬的老师啊，这一切我都不否认，但是我并不想要世间的王国，区区一个地上的国度对我没有意义。
我只想服侍你。圣人说，但是为什么呢？门徒说，只要按摩你的脚，向你跪拜，拿水给你，整理你的床，这些对我来说就是我的一切。当时我是一个傻瓜，才会离开你。圣人问，那你现在想要什么呢？门徒说，我只求一件事，如果你愿意给我，我将心满意足。我希望不管我接下来说什么，你都可以答应我。圣人说，如你所愿，你说吧。门徒说，我希望拥有神的力量，然后继续服侍你。圣人问，为什么你先要拥有神的所有力量，却还想继续服侍我呢？门徒说，因为我想拥有神的力量，这样你就无法再剥夺我侍奉你的权利。那是我真正想要的。从今以后，我再也不会离开你了。当灵魂真正觉醒的时候，生命才真正开始。唯有如此，你才会纯净到一个境界，任何权力、痛苦、诱惑、代价都没有办法动摇你、收买你。到那个时候，只有灵性的流动才是最重要的，而这些必须来自奉献和虔诚。愿所有阅读这些故事的人都变得丰盛、美丽和幸福。借着这个谦卑的祈祷，愿我们分享这些流传千古的美妙故事，来帮助我们的记忆，引领我们的生活。当一个人爬上楼梯，从第一个故事到72个故事的最后一个，终会抵达无与伦比的美丽、丰富和幸福的顶楼。